Hello，大家好。本周的焦点是美国公布了10月份的通胀数据，通胀率同比上涨 7.7%， 低于预测的 7.9%。核心通胀率同比上涨了 6.3%， 低于预测的 6.5%。这引发了人们的乐观情绪。但随后，美联储主席指出，高通胀仍然普遍，服务价格并未放缓，而且通胀目标可能要到2025年之前才能实现。我觉得要用 4% 的利率抗 8% 的通胀，完全没有任何可能。自3月份以来，加拿大央行把基准利率上调了 3.5个百分点，让过热的房产市场持续降温。加拿大央行还暗示将进一步加息。央行行长蒂夫在昨天的采访中表示，他理解加拿大人目前对其财务状况的痛苦，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认为，从长远来看，央行为价格稳定而采取的行动是值得的。上周各个房产经纪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大多数房产市场的销量现在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房价也在继续下跌。不出意料的话，今年最后2个月房产市场会加速降温。BC 省房产经纪协会预测，房屋销售和价格在今年和明年将继续下降，预计今年房屋销售量将下降 34.4%， 明年再下降 11.4%。需求下降将推动平均房价在明年小幅下降 5%。房产经纪协会对房产市场的预测肯定都是非常乐观的，只能当作参考。银行也是如此，比如皇家银行最近就多次下调房产市场预测。他们最近的一份报告讨论了房价究竟什么时候触底，刚需应该什么时候入场。他们认为明年春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点，因为那个时候房产市场可能会给持续观望的买家敞开一点大门。在加息的背景下，缓解房产负担能力问题的方法是房价必须下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房价下跌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春季。皇家银行预计，房价持续下跌会让房产负担能力得到一些改善。比如多伦多地区自今年3月份房价到达峰值以来，现在已经下跌了 18%， 平均价格目前已经下跌了23万加元。不过皇家银行认为，市场的调整将逐渐减弱，房价急剧下降的趋势似乎正在企稳。9月和10月，多伦多房屋销量基本持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加息会引发房产抛售潮，而且房价的下跌也在放缓。综合房价指数10月环比连续第7个月下滑，但 1.1% 的跌幅还不到4月至8月 3.4% 平均跌幅的1/3。在蒙特利尔，越来越多的买家正在远离市场，库存增加的同时，价格也在不断下跌。皇家银行估计，蒙特利尔10月份的销量环比下降 2.6%， 低于此前3个月 7% 的平均水平。这可能是下降速度放缓的信号。他们认为，蒙特利尔的价格底部很可能会在2023年初出现。皇家银行认为，虽然温哥华地区10月份的销量环比增长超过 10%， 但这不太可能标志着已经到达转折点。因为房产负担能力恶化，房屋交易活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降温。房价自4月份到达峰值以来，已经下跌了 9.2%， 其中10月份下跌了 0.6%。短期内，温哥华地区的房价将继续下跌，不过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皇家银行认为，10月份的跌幅是5个月来最小的，市场可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由于房价过高，租金成本不断上升。一份租金报告显示，按照平均收入和平均租金计算，多伦多人将平均月收入的 119% 用于租金，温哥华人将平均月收入的 123% 用于租金。现在多伦多和温哥华逃离的人口正在不断涌入卡尔加里，所以卡尔加里是加拿大少数几个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的房产市场之一。10月份卡尔加里的房屋销量环比增长了近 5%， 尽管房价已经有所回落，但自5月份见顶以来只有 4.2% 的跌幅。比起其他房产市场，卡尔加里的房价要坚挺得多。皇家银行预计，未来几个月房产市场总体上将继续保持降温趋势，房价在明年春季之前不会触底，全国基准房价将从峰值下跌 14%。虽然利率上升使房产需求降温，但没有迹象表明供应正在增加。加拿大最大的房地产市场多伦多甚至有迹象表明，近几个月急剧下滑的房价可能正在企稳。这个我不太认同啊。看看房产经纪协会的数据，10月份大多伦多活跃挂牌房源为13023套，同比暴涨了 68%。
大温哥华地区的活跃房源为9971套，同比增长了 22.6%。蒙特利尔的活跃挂牌房源为16269套，同比暴涨了 50%。卡尔加里确实房源仍然紧张，活跃挂牌房源为3887套，同比下降了 20.3%。所以皇家银行这份报告并不客观，更何况还需要考虑2个影响挂牌数据的因素。一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暗盘太多，这个问题在明年1月1日房产经纪协会禁止暗盘交易政策生效时可能会得到解决。风险最大的楼花市场不会受到禁止暗盘交易政策的影响，因为楼花更多靠的是私下交易，楼花市场未来可能会给房产市场带来供应冲击。二是自从房产经纪协会的网站显示房源上限天数之后，正常情况下大家认为上线时间越长的房子就越不受欢迎，越不好卖。房产经纪为了这个数据好看一些，就会隔一段时间把卖不出去的房子重新挂牌一次。因此呢，很多房源并不是持续挂牌的状态，频繁上线下线会导致挂牌房源数量低于实际数量。另外，是否会像皇家银行说的那样，房产抛售潮可能不会出现，房价的下跌也会放缓？我觉得不会，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贷款人达到触发利率，比如皇家银行大约有31万浮动利率贷款客户，有12.5万客户已经达到或者是正在接近触发利率。除此之外，未来影响房价的还有2个重大因素，一是破产潮，二是失业潮。现在加拿大的破产潮可能已经来了。根据加拿大破产管理办公室的最新数据，9月份的破产和债务提案激增，其中个人破产总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2.5%， 企业破产率提升了 37%。 破产潮爆发后，失业潮会紧随其后。现在美国有很多大的科技公司已经开始大规模裁员了，这种趋势可能很快就会传导到加拿大来。随着经济前景堪忧，二手车网站 AutoTrade 上待出售的豪车数量激增，比如选择多伦多市中心100公里范围，保时捷汽车的待售量高达1100辆，就连蒙特利尔都有近700辆，其他豪华品牌也是如此。再一个，过去有很多人炒作加拿大土地不够用了，现在安省政府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已经放弃了不触碰受保护绿化带土地的承诺，并且宣布开辟7400英亩的土地，用于开发5万套新住房。本周无保险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大多攀升了4到8个基点，最受欢迎的2年期固定利率上涨了22个基点。浮动利率暂时还没有变动，但是央行12月7号再次加息之后，浮动利率将再次上升。最近有很多房子虽然 offer 接受了，但是成交不了，这主要是因为银行不批贷款。现在银行放贷极其谨慎。最近又有很多经济在炒作大幅增加移民的消息，其实移民增加并不是导致疫情后房价飙升的主要原因。从疫情爆发到2020年12月，由于机场关闭，新移民数量增加几乎为零，房价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涨。即便未来更多的移民涌入加拿大，他们也不会是房产市场的主力军。多伦多城市大学分析研究所指出，大多数新移民没有足够的现金或储蓄去买房，他们对房价的压力不会太大。新移民在房产市场变得活跃，至少需要2到3年的时间。更讽刺的是，在媒体炒作移民将大幅增加的同时，最大接盘侠来源国正在设法停止向加拿大输送接盘侠。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